Hello，小伙伴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阿尔法投资频道。这是一个有观点、有分析的频道，我是你们的朋友摩西。在昨天闭盘之后呢，Palantir 发布了它的新一季度财报，股价随之暴跌啊。今天整天呢，PLTR 股价重挫13%，我们就来看一看 PLTR 的财报真的是像市场那样说的那么烂吗？那么在它暴跌之后呢，我们的策略应该是如何的？如果你对Palantir 这个公司呢不是很了解啊，摩西在这里啊向你简单的来介绍一下。Palantir 是一家 AI 的软件公司，所以其他的呢你不要记很深啊，你只要记住它是一家与 AI 相关的公司就可以了。它呢是靠吃数据分析这碗饭而存活的。但是呢，它的数据分析的水平啊，确实是有两把刷子，很多重要的政府机构和各大商业的分析呢，都是他们家的客户，甚至包括乌克兰的国防部也是他们的客户。这家公司呢，为不同的客户呢制定了不同的平台啊，同时呢推出了自己的独有的软件 Apollo， 将各个平台呢联系在一起。在过去的24小时里边，市场上对 Palantir 这家公司的讨论度啊是排在了第1名啊，你可以看到是在这里啊。由此可见呢，它也是一只非常火爆的 AI 概念相关的股票。好，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营收这一部分啊。那它的营收呢，其实还是相当的不错啊。Palantir 呢，它的营收超出预期 2.8%， 超出指导 3.3%， 整体增长率呢同比增长为 24%。那它的一项关键指标就是剩余履约义务啊，同比增长了 38%， 达到了13亿美元。为什么说这个指标非常重要呢？是因为它表示了一个公司还未履约的合同啊，也就是说这个公司合同多到没有办法及时的完成，它的积压的订单数非常的多，那么预示着它在未来的营收呢也是非常的强劲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利润率这一块啊，它的 EBIT 啊超出估计 14.6%， 同时呢超出 EBIT 指导 14.4%， 符合每股收益 0.08 美元的预期啊。调整后的毛利率呢，从 81% 增至 83%。那么这个毛利率水平呢，其实是相当的高啊。如果你看 Tesla 呢，它的毛利率啊，其实还没有这么高。那么既然这个公司营收也好，毛利率也好，那么它的财报的问题到底出在了哪儿呢？为什么市场对它不认可？它的问题呢，其实就是在它的财报里啊，有一句话预示了可能在今年的 Q3 和 Q4 的表现要比预期差。那么我们知道市场上对一个公司的预期啊是非常的贪婪，你好我就希望你下次更好，最好是呈指数几何级数这样的增长。但是预期呢只是人们的一个想象，一个公司它真能做到如此的完美吗？如此的高速的增长吗？完全没有可能啊。所以在某个时刻它的表现必然不及预期。那么既然这样呢，那它索性就委婉的承认出来，这并不代表这是一个不好的公司啊。所以这点呢，就是摩西解读它的财报所看到的问题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再看看 Palantir 它的估值方面的分析啊。我们还是在我们的老的网站上 Finbox 来向大家进行一个讲解啊。它的纵览的这个网页上看呢，你可以看到它的财务健康状况呢是相当的好，得益于它没有负债。你可以看到它的 cash flow 非常健康，它的 growth health 非常的健康，它的 price momentum 也就是它的价格动量非常好。那么它的 profit 这里是有一定的问题啊，那么是给出了是 C， 它的相对价值呢是偏高，可见它这个公司的股价呢是被过分的炒作，出现了超买的现象，或者是泡沫比较大。那么通过一个财报将这些
泡沫挤出去呢是非常正常的事情。那么根据 Finbox 它的财务模型所给出的 Finbox 的公允值啊是在17块4毛一。那么目前呢，它的股价财报之后呢跌到了21块4啊，跌去了 3.81 美元每股。今天呢暴跌了 15%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它与同行之间的比较啊。那么这个比较呢是非常关键的啊。首先呢，我们来看这一张图表啊，是它的 X 轴呢是 Revenue Growth， 那么它的 Y 轴呢是 EBITDA。我们知道 EBITDA 呢是与它的盈利有关啊。在市场上呢，最大的几家公司分别是 Adobe 和 Now， 那么 Palantir 呢是紧随这两家巨头之后。可以看到呢，它的 revenue growth 呢是在 Adobe 和 Now 之间呢，但是呢，它的盈利能力都要逊色于在这个板块的两只龙头企业啊。所以这里呢，就是 Palantir 它的问题所在。那么同时呢，我们再来看一看它的 PE ratio 啊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它们的 PE ratio 的比较。同样的 X 轴呢还是它的 revenue growth， 那么它的 Y 轴呢变成了 PE ratio 啊。我们可以看到 PLTR 它的 PE ratio 呢是远高于Adobe 和 Now 这两家巨头的。从这个最简单的比较中呢，你就可以看出 PLTR 的它的股价呢是相当的昂贵啊。这次通过财报的机会啊来挤压这样的泡沫呢，这些呢是华尔街希望做的事情啊。那么什么时候你可以看到它的 PE ratio 降到了与Adobe 和 Now 附近的时候呢，那个时候你可以考虑重新入场 PLTR。好，我们再来 TradingView 里面看一看 PLTR 它的走势啊。我们先从周线开始看起啊。如果你知道摩西的交易系统的话，你会知道摩西的交易呢是按照ATR 的趋势线进行的交易啊。如果你来操盘这样的股票呢，肯定是要先从周线开始看起啊。从周线上看呢，这只股票呢还是处在一个上升的趋势里边啊。那么现在呢是一个大幅的回调。好，那么它的趋势线在哪里呢？是在19块多啊。那么它的公允值呢是在17块多，大概是在这个位置。好，我们接下来呢就看是不是机构要对这只股票呢的泡沫进行挤压。在周线范围内，如果你能够看到19块4毛一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呢，是一个尝试进入的一个价格啊。当然，如果它能跌到17块多呢，那是一个更加诱人的价格，但是这个17块多呢不一定能够达到啊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看 PLTR 它的日 K 啊。你可以看到在昨天的收盘时候呢，它是属于暴涨，但是呢财报之后呢又是属于暴跌啊。那么像这种走势呢，一般的赌财报呢其实是有点困难。那摩西一般呢对这种情况呢应该是赌两头啊，同时呢是应该在前一天就开始布局了。对于这只股票呢，其实如果你在前一天进行双面压，也就是说同时买入put 和 call， 那么其实你在财报前的时候呢，你的 call 呢应该是大量的盈利了，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是应该走掉的，只留 put 啊。那么也可能第二天财报之后呢高开，那么 put 呢就是扔掉了。那么如果有机会呢 put 又跌回来呢，在 put 方面呢你还可以继续的盈利啊。当然这些呢都只是后话，如果你在这里你有正股买入的话，被套牢了怎么办？那么摩西在这里呢分享一个方法啊，你可以尝试的去卖出一些cover call 啊。那么既然你有正股去配合，那么你卖出的这个 call 呢，即使是被行权呢，也不会使你爆仓啊。通过卖出一系列
的短期矿呢，你可以暂时的赢得一些 cash flow，同时呢，用这些 cash flow 呢来进行一定的补仓啊。那么现在呢来看呢，它只是跌到了21.4块啊。好，这个呢就是摩西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啊。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呢，可以加入我们的 Discord 群啊，我们可以一起有更多的交流。欢迎订阅阿尔法投资频道，给摩西的视频点个赞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